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文杰，欢迎回到我的 Easy Kiss 2系列视频课程。这一节我们来着重了解有关歌曲片段的相关功能。每当我们将节奏模板拖放到歌曲轨道中以后，都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歌曲片段。每个歌曲片段都相当于一个容器，内部包含了片段的整体长度与位置控制行、和弦以及 MIDI 音符。歌曲轨道的标尺默认显示的是44拍。如果您的歌曲是3拍子的，可以在标尺上单击鼠标右键，在打开的菜单中选择显示为3拍子。这样可以在创建43拍或86拍歌曲时，让标尺栏中的节拍与节奏模板相对齐。歌曲轨道的工具栏中，除了我们在上节课程中已经了解的基本操作工具以外，还有一些与歌曲片段相关的功能按钮。首先是添加标准节奏按钮。单击此按钮会在当前歌曲轨道播放指针所在位置添加一个8小节长度的基础歌曲片段。这个片段中每个小节一个和弦，都是当前调号的默认和弦。每个小节的 MIDI 音符也是全音符的注释和弦。这便于我们直接在此基础上开始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修改。例如设定每个小节的和弦，或者是替换 MIDI 音符。接下来是编辑和弦按钮。当我们在歌曲轨道中选中了某个和弦，然后单击此按钮，就会打开当前和弦的和弦选择器。在这里可以为当前节拍指定需要的和弦。如果要继续为其他节拍指定和弦，无需关闭和弦选择器，只需要继续单击其他的和弦即可。单击界面其他区域，可以自动关闭这个和弦选择器。另外，双击某个和弦也可以打开和弦选择器。关于这个和弦选择器的使用技巧，我会在后面的课程中再详细介绍。接下来是建议和弦按钮。当我们选择了某个和弦，然后单击此按钮后，会显示出一个建议和弦窗口。在此窗口中，可以让 Easy Kiss 2根据我们当前的和弦进行，给出替代和弦的建议。关于这个功能，我也会在后续的课程中再做详细介绍。我们暂时先关闭这个窗口。接下来是替换 MIDI 按钮。激活此按钮后，当前歌曲片段中的 MIDI 将高亮起来。可以是某个节拍的 MIDI 音符，也可以是整个歌曲片段中的 MIDI 音符。此时，在节奏界面的搜索结果中选择某个节奏模板时，会临时替换掉当前所选中片段中的 MIDI 音符，便于我们结合宿主软件中的音轨来一起播放试听。直到找到满意的节奏模板后，再点击保存更改按钮。此时所选片段中的 MIDI 音符才会真的被替换掉。如果觉得还是原先的节奏比较合适，那么可以点击取消按钮，退出替换 MIDI 模式。此时所选片段中的 MIDI 音符会恢复到原来的节奏。接下来是编辑演奏风格按钮。这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节奏模板修改功能，我会在后面的课程中再单独详细讲解。在歌曲片段的第一行中，会按照不同的段落类型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以及段落标题。这个标题是基于我们所拖拽的节奏模板原有标题的，但有时并不符合我们实际的编排。例如，有时我们可能会觉得一个副歌的节奏模板
更适合放到我们的主歌段落来使用。如果想要修改这个片段的标题，可以在段落上单击鼠标右键，此时会打开一个功能菜单。在这个菜单中的歌曲片段部分，这里有一项歌曲片段类型，在此菜单中列出了 EasyKiss 2内置的不同段落类型以供选择。例如，我们可以选择主歌，这样就可以更改片段的颜色和标题了。有时我们还需要让片段可以有自定义的段落名称，例如这一段可能是歌曲的 solo 部分，但是在歌曲片段类型子菜单中并不包含这样的段落类型。此时我们可以单击菜单的最后一项管理用户歌曲片段，在打开的管理用户歌曲片段窗口中，单击左下角的添加新的用户歌曲片段按钮，就可以添加一个我们自定义的歌曲片段类型。点击类型的名称，就可以输入想要的片段名称了。例如，我们输入 solo。注意，这里不支持中文输入法。单击这一行右侧的编辑按钮，还会打开一个编辑菜单。在这个菜单中，包含了更改颜色、重命名以及删除命令。选择更改颜色命令，可以为这个片段类型指定一个颜色。关闭这个窗口，回到 EasyKiss 2的歌曲轨道中，就可以看到我们自定义的片段类型了，并且在歌曲片段类型的子菜单底部，也可以看到我们添加的用户歌曲片段类型。在之后的编辑过程中，可以随时进行选择。在这个右键功能菜单中，还有一些其他的操作命令。上半部分是一些针对歌曲片段的基础操作功能，例如选择全部、复制、剪切、粘贴到播放指针所在位置、粘贴到所选 MIDI 块、移除、合并和设置循环区域。菜单的下半部分分为歌曲片段、和弦以及 MIDI 块。在歌曲片段这部分中，提供了为所选块添加歌曲片段命令。这个命令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假设我们使用画笔工具单独添加了和弦，或者是单独添加了 MIDI 音符，此时这些和弦和 MIDI 只是一些零散的块，并没有包含在一个歌曲片段的容器中。这时选中和弦或 MIDI 音符，然后单击鼠标右键，就可以在菜单中选择这个为所选块添加歌曲片段命令。此时刚才零散的和弦或 MIDI 音符就会被包含在一个歌曲片段容器中了，这样便于我们查看和进行移动等操作。在右键菜单的歌曲片段部分中，还提供了仅移除歌曲片段命令。选择这个命令后，会删除所选歌曲片段的容器部分，里面的和弦和 MIDI 音符不会被删掉。接下来就是刚才我们说过的歌曲片段类型指定菜单。在和弦部分中，提供了一个和弦校正命令。选择这个命令会打开一个和弦校正窗口。这个窗口和我们之前见过的和弦选择器很像，但这个窗口是用来修改和弦名称显示方式的，而不会真的改变当前这个和弦内部的 MIDI 音符。在顶部的菜单中显示了根据 MIDI 音符自动识别出的和弦名称，下面还有其他可用的名称可以选择。在窗口中还可以点击重置按钮来恢复到原来的名称，也可以点击完成按钮来确定修改。在这个窗口打开期间，歌曲轨道中的 MIDI 部分是被锁定的，以防止意外修改。单击完成按钮， MIDI 部分就会解锁。但如果单击了界面的其他地方来退出和弦校正窗口，此时可以看到
MIDI 部分依然是被锁定的，并且在歌曲轨道工具栏上也会显示出一个高亮的解锁 MIDI 按钮，代表此时是不能够对 MIDI 音符进行编辑的。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完成和弦校正的操作。有2种方法可以解除 MIDI 锁定，一种是在歌曲片段上单击鼠标右键，可以看到和弦校正命令是被勾选的，再选一次这个命令就可以退出和弦校正并解锁 MIDI。 或者是直接单击歌曲轨道工具栏上的解锁 MIDI 按钮，也可以解除锁定。在右键功能菜单中的 MIDI 块部分中，是针对当前所选片段中 MIDI 音符的一些功能命令，这里包括静音、量化。子菜单中可以对 MIDI 音符的时值进行量化。这里还有查找命令，子菜单中包含显示相似节奏、使用打点查找功能搜索，以及显示所在文件夹命令。这些功能已经在我们之前的课程中详细演示过了，这里就不再重复演示了。然后是对和弦轨道添加和弦命令。当我们使用铅笔工具单独添加了一行 MIDI 音符后，默认是没有和弦的。此时就可以在这个 MIDI 块上单击鼠标右键，在菜单中选择这个对和弦轨道添加和弦命令。EZ-Keys 2会自动为这个 MIDI 块添加一个基于当前调性的默认和弦。右键菜单中还有编辑演奏风格，这个命令与歌曲轨道中的编辑演奏风格按钮作用是一样的，我们后续课程中再做详细介绍。功能菜单中的最后一项是用于乐队匹配。当前这个命令是灰色的不可用状态，当在乐队匹配界面中导入参考音轨后，这个命令将变得可用。选择这个命令可以将当前所选择的 MIDI 片段作为乐队匹配中的建议 MIDI 来使用。在后续课程中，我会再为您详细介绍有关乐队匹配界面中的功能。好，这节课程就先到这里。下节课程我们来了解 EZ-Keys 2的建议和弦功能的用法。如果您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每一期的内容更新了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